我们就来认识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。我们是朋友聚会认识的，认识不到半年我们就结婚了。婚后我们发现双方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，然后老在家里吵架。他妈总是刁难我，他也总是向着他妈。他对我家父母态度不是很好，我们就这样离婚了。离婚以后2个月，她发现怀孕了，然后为了孩子，我们又在一起了。追回去，他还是像以前那样，然后我一气之下我就走了。现在孩子半岁了，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，我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希望能跟他继续走下去。一对曾经的夫妻，今天在这里，他们能破镜重圆吗？掌声请出他们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张31岁，来自湖南个体户；女嘉宾小陈29岁，同样来自湖南无业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结婚多久？我们结婚不到半年就离婚了。不到半年就离婚了，认识多久结的婚？我们认识5个月就结婚了。好嘛，你们俩这就在1年之内完成了认识到结婚，由结婚到离婚的过程，是吧？是的。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们是朋友聚会认识的啊。然后刚开始认识那会儿吧，觉得什么都挺好的，聊得特别来，也没发现他什么性格不好什么的。这会儿也老大不小的，家里也催了，我们就决定结婚了。怎么结婚5个月就又离了呢？我们结婚之后老是吵架，生活习惯也很多不同，所以我们就选择离婚了。谁提的？我提的。原因是？是因为他有一次我跟他在房间里面吵架，他妈不管3七21就冲进来就指责我说我不懂事，说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，然后我当时我就是把我压抑了很久的情绪我就发泄出来了，可能说话的声音比较大了一点。当时他就觉得我不尊重他的妈妈，然后犯得着对老人是那样说话吗？他然后就拿着我的衣服往门外面扔，叫我滚。后来第2天我到家里面去开门的时候，发现门锁已经换了，我当时就很气愤，我觉得他做的太绝了，他既然做的这么绝，我就觉得我们2个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，我就选择离婚了。第2天他回来拿东西吧，我正好上班去了，我妈也出去买菜，就回来没带钥匙，然后就打电话给那个急开锁的，就把那门锁敲坏了，刚好就赶着他回来拿东西，他就说我们故意把那个门锁换了。这完全可以说开吗？说开不就不离了吗？为什么还离了呢？是他不信是吗？对，他不信，他说我叫他滚的，然后成天在家里吵嘛。然后你就同意离婚了？对。从离婚到现在有多久？我们是去年8月份离的婚。去年8月到现在有1年多时间啊。是谁提出的想复婚？是我。因为我从小孩出生到现在，我一直是一个人，到医院。小孩出生？哪来的小孩？我们离婚之后，我发现我怀孕了。哦，离婚之后发现怀孕了。我们离婚2个月之后，我身体就不舒服，然后我到医院去检查，医生就告诉我我已经怀孕5个月了。离婚的时候你不知道她怀孕啊？我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怀孕吗？我不知道。都5个月了，因为当时之前我身体也不怎么好嘛，而且我是那种就是很长半年来一次例假的那种，所以我当时也没发觉。生理周期本来就很不正常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所以没有办法推算怀孕，不知道，也没有呕吐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，当时没有，当时我本来自己身体就有点不舒服嘛，我以为就是轻微的有点感冒啊什么的，当时是想把孩子拿掉的，后来医生说小孩已经成型了。给我听了小孩的心跳声，毕竟是一条生命嘛，然后我就不愿意把它拿掉了。然后我当时是想，我能够有这个能力把我儿子带大，我也不需要男人。后来我把这个事情怀孕的消息告诉了我爸妈，然后我爸妈就说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，我应该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。后来我考虑了几天，我就想还是把这个事情，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他。他当时就向我保证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我，就接我回他家。那时候复婚了吗？没有。
那回家之后日子过得怎么样啊？回家之后他还是那样，他们家人也没管我是不是怀孕了，反正对我还是像以前那样。你说我妈老刁难你，还说我家一家人都合伙欺负你，本来你妈那就是嘛，全家人的衣服都给洗，就我的衣服不给洗。那你的衣服就乱扔，房间的也是，那个客厅沙发也是。那我妈知道哪件该洗哪件不该洗吗？是你说的那样吗？明明我的衣服就是给你们放在一起，你妈就把我的衣服拎出来，你们的都给洗了，就我的不给洗，难道不是刁难我吗？那就算有一两回这个事，那也是因为你衣服贵嘛，我妈分类洗嘛。好，不管怎么说，女生认为跟婆婆关系不好，男生认为婆婆并没有刻意的虐待自己的媳妇儿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好，那你在她家住了多久？2个星期。那这个一直到孩子出生，都是我一个人在家里面。在你的娘家是吗？是。啊，那孩子出生的时候你去了吗？我去了，我那会儿刚赶到他家，他家就已经上医院了，人没在了，我又赶到医院。然后他妈就在病房门口就拦着我，那会儿我也不可能跟他妈去争吧，然后他妈不是你凭什么跟人妈争啊？人家这怀着你的娃呢，你不是他孕后期你去看过他吗？我是确实是去看他的，他妈就没有。你去看过他吗？我去看过。看过几回啊？然后打个电话。4个月里你看过几回吧？你告诉我们。他根本就没看到我，我根本就没见到他。生娃的时候你去了，他妈说你2句，你还说哎。我不能跟他妈吵架，你接着说。他妈就把我拦下了嘛，拦下了就说。小孩出生每天隔几个小时就要换尿片，然后还要喂奶，刚把孩子哄睡了，然后。有一次还掐了我侄子。那也叫掐吗？你们都不管他，我就轻轻打了一下他的手。每次你们都只会宠他，根本就不教他。你们婚后实际上面是跟你一大家族在一起生活是吧？对。有没有条件和可能搬过？我也想过。结婚之前他说有房子的，然后结婚之后就发现他没有房子，然后还和他妈还有他哥哥的小孩一起住我们。
现在有条件买吗？如果当时我们有房子，我们两个一起住就不会。现在有条件买吗？我觉得他如果能改一点脾气，我们两个都互相谦让一下，那这是我肯定会去做到的。你发自内心的说，其实我也觉得是住在一起，我妈方便一直照顾嘛。因为我哥和我嫂子都在外面做生意，我侄子也在我们一起。就我觉得我妈。你侄子多大？侄子10岁了。10岁了。对。哦。我觉得嘛，她怀孕了，就我妈一起做饭方便嘛。理解了。你现在对她是一个什么感情？你告诉我们。如果没那儿子，你跟他复婚吗？如果一人退一步的话，如果他真的可以。没那儿子，你跟他复婚吗？可以脾气好一点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一起。没那儿子，你跟他复婚吗？不知道。唉。你觉得他要改的是什么？别老说脾气，你把它细化，说3条就行。就有什么事你可以直接跟我说，别当着我妈的面说。好。第二就是，我觉得我妈有时候做饭的时候、做家务的时候，你可以去搭把手。第三就是，我觉得不管家里是什么事，我们两个人总要有个商量，不能什么事我们就吵。那如果他能做到这3点，你能为他改一些什么呢？肯定会改变我不好的习惯，比如像他说的，很少时间陪他嘛。好了，就是这样一对曾经的夫妻，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的现实，老师们会开出怎样的药方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挺能理解这女孩的，你们俩在没什么太多爱情基础的情况下，让你到一个陌生的家庭，还得伺候婆婆。然后还面对一个哥哥嫂子的留守儿童，这个基本上没有女人能搞得定。你媳妇儿她搞不定是正常的，再加上当时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，人一旦怀孕之后，激素水平迅速变化。她为什么闹脾气？为什么不高兴？为什么她不舒服？她跟平时状态不一样。包括你说她生完孩子，你再给她打电话，她也不接，不理你，都很正常。产后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些抑郁。我老婆是个很温顺的、很懂礼貌的女孩。生完马奇朵之后，那3个月，我觉得她变了一个人，动不动就发脾气、摔东西还哭。她就是得不到很好的休息，她的心理状况不一样了。她就是变得，她自己都不认识自己。这个时候，除了包容、理解、呵护她，你还能做点什么呢？你不懂这些，你就认为你不讲理，你混不讲理，多可笑的一件事情！你错过了你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时间，陪着妻子，看着肚子越来越大，看着孩子分娩的第一声哭声，听到作为爸爸最幸福的一刻，你错过了，就因为你自己的坏脾气，就因为你不懂，就因为你跟自己老婆怄气，你没有看着孩子从0岁出生，然后到半岁的这个过程，你没给他换过尿布都，你人生不完整，你知道吗，兄弟？你本来可以拥有这一切。完了，现在你还在这儿提条件，你已经是个爹了，你什么都没负起责任，现在你还在这儿提条件，你好意思吗？整个的这个事件过程中，我觉得你太太没有太多的问题，她就是不会。你妈妈也没什么问题，老人家怎么苛责？最主要的问题出在你身上。如果你真觉得没感情，孩子照样给抚养费，你担负起一个父亲离异的父亲该承担的责任。跟人说明白，但是我建议你自己先调整一下。婚姻这回事，并不是在网络上购物，它并不是用了不合就可以换的一件这么轻松的事儿。如果这个不合就换，请问你们的人生要换几次？你刚刚也一直都说我们好好过吧，你改一下脾气，我们退让一下，我们好好过吧。我跟你讲一个婚姻过来人的实话。婚姻这件事从来就不好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因为2个成长不同的人要在一块生活，一定有很多的冲撞，很多的磨合，很多的不快乐，会遇到有小孩的问题、教育的问题、婆媳的问题、家庭经济的问题，我们想的美好未来不能实现的问题。婚姻从来就不好过，所以我们才说婚姻需要有坚强的爱情做基础跟后盾，才够我们在很多不好过的时候
可以去消耗磨损，而不会分开。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对婚姻的定义是什么，但是婚姻的定义绝对不是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这么简单而已。我顺便告诉女生，对一个孩子来说，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给一个完整的家，最重要的是先给他一个快乐的母亲。妈妈不快乐，孩子是最受影响的。如果你现在很不快乐，你回去这个婚姻之后更不快乐，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回去。因为对你的孩子来说，单身妈妈或者是呢两个夫妻吵得半死在他面前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可怕？所以不要把账都算在孩子身上，婚姻是你们两个要面对的问题，请你们做出对自己负责任的决定，别把责任都推在一个才半岁大的孩子身上，他承担不起。你们俩闪婚、闪离、闪生，我真不希望你们再闪复。如果说你们想要复婚，那首先得面对过去闪婚、闪离和闪生的3个过程当中，你们真正的错误是什么？如果你们要真的想要复婚，首先得面对当下的责任是什么？你们现在具不具备在一起生活的情感基础，还是物质基础等等，这些都不重要，而是你们当下的责任是父亲和母亲。但是你们现在都没有面对当下的责任，你瞧瞧你们聊的是什么？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聊什么复婚的问题，而是当下的问题都没有解决，责任都没有面对。你如果不是熬不下去，你会到这儿来？你不是因为一个单身妈妈的压力太痛苦，你会到这儿来吗？我想你多半是不会的。而他在这儿说的又是什么呢？他在这儿说的更多的是复婚的条件是你要改性格等等等等，而没有想过他要作为一个父亲面对的责任是什么。这才是当今你们两人没有资格谈复婚，先谈谈两个人怎么共同合伙的把这孩子养好。在养的过程当中，如果彼此有了情感，觉得还真的能够处下去，你们可以选择复婚。如果越处越觉得我们还是合伙带孩子吧，我们以前的闪婚闪离全部都是错误的，我们压根就不应该在一起过。现在没有办法，错已经铸成，有了孩子我们必须承担责任，我们就做一个合伙人吧。不要打着孩子的幌子说，哎，为了给孩子一个养全的环境，咱们复婚吧，不要让他没有父亲。那有了父亲又怎么样呢？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过了之后，两个人还是带不了孩子，孩子还是要扔给老人，扔给他妈或者扔给你妈，你说你们俩复什么婚？再把孩子坑一次吗？你们俩是多么轻率的两个人。先想想怎么合伙的把孩子带好。既然这错是你们铸成的，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。至于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，你们俩到底能不能处？如果能处当然好，如果不能处，就做中国合伙人吧。你见过这样的女人吗？这叫脾气不好啊！知道有了孩子，回来还没黏着你，那在家里受了多大的气？咱想想吧，就一个女人，中国的女性，怀着孩子5、6个月的时候就能说，我就不跟他过了，这在家里受多大的气？生完孩子都没去看半年，还好意思说？然后人家现在想明白说，算了，为了孩子我低头吧，你还得意了。我们反对让一些人得了便宜卖乖，趁着别人特别痛苦需要帮助的时候趁火打劫。我们鼓励一个有主见的单身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往前走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还会碰到下一个爱你的男人，不仅接受你，还接受你的孩子。这着什么急呀？这会儿急了，一想着儿子要跟别人姓急了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在你走的这段时间里，我确实突然很想你，也很想宝宝。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感情上面的不和，主要就是因为家里一些琐事，
我们一人退一步，我也会做好今后照顾你和宝宝，不管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我们自己，我想和你一起走下去。希望你回来。真的，每天晚上我也开始确实不懂，每天晚上翻着那个育婴书，都看了那些带宝宝的知识，我知道你很苦，我也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。我想，时间到，对不住啊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啊，给复婚开点条件嘛，对吧？我就希望有我们俩属于我们俩的房子，不管房子有多大有多小，只要有自己的房子就够了。答应吗？答应，大声一点。答应。好了，两位回去吧，谢谢。哎，我们看到了，这算4闪夫妻吧？闪婚、闪离、闪孕、闪富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关门。接下来插一段小广告。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，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，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老师的1对1指导。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，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抽取现金卡奖。途牛9周年9亿红包大派送，下载途牛旅游 APP 出发吧！我们在这里感谢途牛旅游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要旅游找途牛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对的选择是什么，请开门。精彩节目马上开始，请开门。别动。你不会骗他第2次吧？第1次说结婚以后我们俩单住，现在复婚你又说了我要买房单住，你不会骗他第2次吧？不会，不会骗他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小花童，带着妹妹走吧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，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他儿子的母亲，他曾经的妻子，来表达他最真实的心意吧。各位请见证。为了孩子，就算为了我们自己，我想我们好好走下去。我之前答应过你的承诺，我会一一兑现。我想我们2个人共同把孩子好好的带大，跟我回家吧，老婆，跟我回家吧。请亮灯。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。你们自己喊开始，自己喊停。来，请。开始。停。努力吧，祝你们幸福，祝你们又幸福了，又带好孩子了，又改善了跟婆婆的关系，要加油哦，坚持哈！谢谢你们，请回。